我要祭祀天地，警告宗亲，我要跟涂山璟成婚。涂山璟死了，涂山璟死了，涂山璟回不来了。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找，我只给你多。可是我只想要一个涂山璟，你为什么都不给我？你为涂山璟杀我？相柳，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，他身上有很多的不得已的枷锁，他的使命，他的身份转换的特别之处，包括他对于爱情的表达方式，都让我觉得比较浪漫。相柳身上他有一个清冷感，这种清冷感我觉得对我而言是比较难拿捏的。本来想对你好点，可是你总有办法让我想咬断你的脖子。我其实一直都在找这种赤水风龙他就是一个意气风发，然后内心非常单纯、通透的一个孩子吧。在下赤水风龙，见过王姬殿下。其实风龙本身心理年龄啊、状态啊，和我本人还是挺像的。弹琴非我擅长，可我会别的。他是真的很有少年感的一个人。你说了，快看。感情方面，他就觉得小妖是非常完美、非常合适他的一个女子。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小妖跟我这么投缘的女人。摇头子、拼酒、划拳，跟她在一起玩的真是开心。你长得好看，性子也好，还能和我拼酒。但主要我觉得在风龙心中，兄弟情和亲情可能真的占了更重的位置。我想帮苍玄，可我必须当上族长才可以调动赤水市。我想立刻接任族长，娶你是最快的办法。但他自己有自己很大的抱负，想要干出一番不一样的事业，想有朝一日能达成自己的理想。有生之年，我想看到一个真正的盛世帝国，千秋留名，万世敬仰。
我觉得风龙身上最打动我的点就是他对兄弟之间的情谊。我赤水风龙只有一诺，从今往后，愿与君风雨同舟，进退于共。从今往后，你我兄弟二人并肩作战。风龙是我人生当中唯一的知己和好友，我一直觉得陪伴着我一起得到天下的人，除了小妖之外，就是风龙。我赤水誓愿支持苍玄殿下，为中原，也为自己，争得光明前程。最后帮助苍玄成功登基，一统大荒，也算是事业上的圆满。在他这一生里面，实打实的陪伴着我，一路扶持着我。我这一生注定了没有朋友，但在我心底深处，一直视你为知己好友。他倾其所有，陪着我一步一步在我的事业里面给予了非常大的帮助。7、8月的横店真的很热，尤其是战争戏，穿着矛，穿着铠甲，穿着马步，大家的调度都非常的复杂，都需要一遍又一遍的排练。全员老师一起排练，真的他们比我们更辛苦。赤水风龙，我知道你最喜欢交朋友，有朝一日我也想和你一起拼酒玩骰子。就是所有人的相思。还给我！不还，还给我！你父母很疼爱你吗？废话，我父母当然疼爱我。那你身边的人也很疼爱你？废话，他们怎么敢不疼爱我？我父亲是天底下最英俊、最厉害的。那你表哥呢？表哥当然也是啊，两个都是最，谁是第一？笨蛋！
父亲是过去，表哥是将来。阿念他就是直率，从小所有人都很宠爱他，造就出他这个性格。我可是浩林王姬。其实有几场戏是在前期确实不知道怎么表现阿念的那种任性，很有事。然后包括他第一次在皇宫看见姐姐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要给他行礼啊？我才没有姐姐，她不是我姐姐。就一个很傻很天真的人，我觉得非常难演。你要收我钱！我觉得人为什么不可以调换人性？谁说我是来玩耍的？我是来帮忙的。那养伤为什么不回来养？要留在外人那里养？他有他的底线，他不是一个作恶多端然后正的那种人。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包容。哥哥，你放心，我知道这不是好意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你从来都不是哥哥的麻烦。他前期就是全心全意的喜欢苍玄这个人。如果有一天我能嫁给苍玄哥哥，我一定很紧张，我还会有点害怕，我怕我自己不够美，我会很期待以后和他朝夕相伴的日子。到了后期呢，就是说他和哥哥因为家国之间的事情没有办法在一起了，变成两个对立方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时候他成长了。生不息。到最后他们俩再结婚的时候，可能确实是我很喜欢他，但是已经不是当初对他那种喜欢。如果要我在他和父王之间做选择，我会选择父王；如果要在浩林百姓和他之间做选择，我会选择浩林百姓。所以他是一个挺重感情，然后也挺明事理的这样一个人。然后他同时呢，又是一个很专一的人，我是觉得。阿念就是从两个小冤家到最后变成了姐妹情深，也是在小妖的冰冷内心里面，最后认可了阿念，并且成为了他心里很重要的一个家人跟亲人。你呀，一个王姬居然被人欺负得快死掉了，真是没用。要我说，你以后哪里都不要去了，就留在武神山，反正这里有父王保护你，谁都不会欺负你。他虽然嘴上说这个人很讨厌他，但其实心里却是挺认可他这个姐姐的。继续傻下去吧，姐姐希望你成为全天下最幸运的姑娘。这一生。我若死了，你能活得了吗？不如反过来问，我若死了，你能活吗？
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清水镇。长相思这部剧呢，它的家国情感、爱情、亲情，当然还有很多细节的情感，所以我们很多的音乐是以情感为主的。你不管是弦乐的娓娓道来的感觉，还是女声哼鸣，还是每一首人物主题曲，其实都诠释了相思。从最开始粗简到精简，到对着画面去写音乐，我耗时得有4个半月。有点像我平时做电影的思路去做长相思，但是一共真的写了10首歌，配乐加起来也小200首配乐了。所以真的我很爱这部剧。其实我们在配乐的时候尝试了很多种，开始我想这次不要民乐，我们要交响一点，然后让它那个气吞山河，让它更大的一个气势。但是我可能做到一半的时候，觉得可能你如果只用交响乐，它的乐器太单一了，还是需要用一些民乐。最后我加入了笛子、尺八、箫，然后还有琵琶什么的。我发现做中国的古装剧还是需要把民族的东西融入进去。从今日起，西延苍泉就是西延国君。苍泉登基这个成王之路，这段音乐非常大气，然后基本上是大交响的感觉。每一次苍泉的，不管是登基啊，还是他遇见最大的困难啊什么的时候，都是这个主题音乐去为他升华他的表演吧。里面最好看的打斗应该是相柳了，也是我写的最不一样的。我当时想，你用什么方式可以把这个9头妖相柳能表现出来？我觉得用那种特别怪的女声，就那种很冷很冷的那种高音的吟唱，还有特别诡异的疲乱。每一次出场的时候，相柳的完全的风格化的音乐就出现了，然后到打斗的最精彩的时候，最高潮的时候，唢呐就出来了。
相依，无处可去。如今已经没有人让我拿命去坚持了。那你觉得，如果我不嫁给赤水凤肉里，应该嫁给谁？每一次娶亲，我都不许你说恭喜。我发誓，只要你肯嫁给我，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。我说让他走，谁都不许拦。同命连心的情人骨，也敢说种就种。地上梧桐相待好，天上渐渐不独飞。水中鸳鸯会双死，你的国结了。我喜欢你，有错吗？我想和你长相守，有错吗？你既杀了景，就要杀了你。哎，那如果我嫁给你，是不是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分开了？对啊，我爹说过，夫妻是一辈子在一起的人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分离。那一言为定，等我长大了就嫁给你，和你做夫妻，一言为定。脚婚不孕我包治，药到病除送子来。我们一起回家。